美之间的对决啊，除了关税对决，除了科技对决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战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带你们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中美关税大战的大国博弈，到底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你以为关税大战真的就是国与国之间贸易之间的碰撞吗？其实啊，它在背后没有说出来的是，这两个国家现在呢，其实都面临到非常大的财政压力。现在要挑战的就是两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撑过去。好，很妙吧？那我们首先呢，就要先带大家看看了。最近呢，这个美国啊，它这个筹钱筹得非常辛苦。为什么？因为它缺钱嘛。所以呢，你看川普总统说我要对全世界课关税。他缺钱嘛，所以他到处弄钱。他是突然间想到，哎呀，我可以透过关税来弄钱。为什么要弄钱呢？因为呢，其实川普总统还有一个选举的承诺没有做到，那就是要减税。那为了要减税，你看他想方设法的开源节流。节流的部分，他不是有一个让马斯克出来政府效率部吗？开源的部分，他就说我来跟全世界课关税，全世界收钱回来。让我的美国人民来减税嘛，这是他好大一个蓝图，只是现在被他搞得七七八八。好，不管，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呢，关于这个减税的逻辑，跟现在呢这个美国杠上全世界，川普杠上全世界当中呢，这个有微妙的联系。好，我们先来看，其实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这个 OECD 啊，它找了140个国家签署，当初。拜登总统也签署了，签什么？签的就是啊，要针对全世界的跨国企业要去苛征一个最低税负。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美国是谁站出来讲？那个时候的财政部长耶伦，他说啊，这个全世界的企业啊，有的企业好大嘛，所以呢，大到哇，好厉害哦，这个连政府的税都能够躲得过去。而且呢，大企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狡兔不只有3窟，我狡兔180窟，几个国家我就几窟。特别呢，我就是到那个税收很低的地方去，我就整个公司搬来搬去，为了不缴税嘛。所以那个时候不就是说联合全世界力量，我让你躲到天涯海角，躲到哪个石头缝里，我也把你揪出来。反正无论如何，你企业最低税负就是要15%。那于是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来签，140个国家签。川普上来了之后呢，他就不签，退出这个协议。那为什么退出那个协议呢？他说：“哎，你们这些不公平！你们讲说那些逃漏税的，怎么都是美国企业？好，那你怎么不检讨美国企业爱逃税？你是说你们针对我们美国企业，你这怎么这样呢？好，那无论如何，这个川普就讲了，他说这叫做歧视性的。”不成比例的针对我们美国企业，所以呢，他就退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协议吧。好，那你退出，那无论如何，那个时候被指定的是谁？说微软啦，说 Apple 啦，说 Meta 啦，像这种非常大的一个跨国性的一个，特别是科技巨擘，然后又特别是在经营这种这个网际之间的平台的，你真的课不到他税。还有像 Amazon 也被指明啊，全世界卖东西啊，那课税。谁课得到他税啊？对不对？你在这个法国或者是你在意大利，你透过 Amazon 然后赚好多钱，但问题是他的公司可能在美国啊。那公司在美国课到税的人是谁？那收税的人当然就是美国政府嘛。所以呢，这个意大利啊、法国啊，或者是德国就觉得不公平啊。你在我这里赚了我们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电子商务，你要在我这个地方总要一点税给我吧？这是当初我们看到这个欧洲他们所定的一个叫数位市场法，就是要课这些税，然后所以呢，现在反正川普就是帮你翻桌，通通我都不认不算。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是美国，现在呢，针对要这个想尽办法收税，然后他又要保护自己人，有各种的一些想法。好，那不过呢，继续要带您看到是，你会觉得说，哎呀，他这个川普好像站出来挡住了，不让这些大企业不要课税，但是什么意思？他想要自己拿这些税。他可不想肥水落外人田。你说我们科技巨擘要在你们这些国家也要缴点税给你们，哼，这些钱都应该要到我口袋才行。所以呢，现在啊，这个美国共和党他们正在研拟哦，他们说要针对富豪要跟他课税，美国的
顶尖金字塔顶端的富豪，我要来跟他课税。然后你那时候就想，哎呦，川普也是富豪，他应该不会答应。没错，他居然答应他就觉得那有钱人多缴点税，可以。可能他还有别的避税的方法，我是不知道。美国总统有免税吗？应该没有吧？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吗？好，不管 ，anyway， 我们来看他这个条款要怎么定哦。他们现在2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金字塔最尖的那颗钻石的那个层级，比如说像是马斯克啊这种世界首富型，贝佐斯啊这种人哈，那这种叫做年收入500万美元以上的，我跟你课税，那将会影响到多少人呢？大约影响到全美国大概有75000人。那如果10年算下来，大概你去跟这个金字塔尖端的人课这个富豪税，课40%。好，那大概呢，你可以有这个1500亿美元的一个进账。好，那这是5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那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1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我就跟你课这个富豪税，一样课40%。那这样被影响的人呢，有65万人。哇，美国人好有钱！但是10年拉长，他可以进账4000亿美元。好，那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是100万美元就要课呢，还是年收入要500万美元以上课？这不晓得。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富豪税在美国的执政党共和党身上，好像蛮大的共识要这样做。那我们就来看他这个富人税怎么个课法哦。不过呢，开源节流嘛，你要开源，你跟富人拿钱。这个川普现在这个力排众议，去全世界好像要保护美国企业一样，说你们不准跟他课税。然后呢，回到美国境内来，然后你们这些人，我帮你课税，你的富豪很有钱，我课你税，你缴钱给美国政府。然后呢，问题是最近他不是在政府效率部吗？不是要这个节流这个部分吗？那你要节流，你要省钱，你是不是省错地方？因为他把这个国税局美国的国税局也大裁员之后，谁去追税啊？所以呢，你的税收，你说要考课富人税，那问题是你要有人去查税对吧？不然富人那么会躲，对不对？这个跟缩猴子一样的，你怎么去弄他税？很难嘛。于是呢，他现在国税局大裁员了之后就有一个这个专家就帮他算了一笔账，他说你这个裁掉了这么多国税局的人那等于你这个10年来讲，联邦政府你可能损失的税收是高达1兆美元。我们刚刚帮大家算了，你还要惹恼那些有钱人，你要去跟他课重税、课富人税，然后呢东凑西凑的凑个这个1500亿、4000亿的这个钱10年，然后呢你光是缩减国税局一个动作，你10年可能就损失1兆元，孰轻孰重这个感觉好像。这笔账这川普要好好算一算你这个地方好不容易省来的钱、赚来的钱，你这个地方一个错误的一个决策，然后通通都散出去，那你不是白搭吗？甚至还这个亏更多钱。好，不过呢，我们刚看到这个川普这样的动作惹恼欧盟了，因为呢，这个他不是讲说你们都不要对我们美国企业课税嘛，那我自己课他们的税。然后呢，这个欧盟就气了，所以呢，在不久前，4月23号吧，欧盟就做了一个裁决针对了这个。Apple， 然后针对了这个 Meta， 要跟他们裁罚一个非常高额的罚金，根据的就是这个数位市场法。那就如同我刚跟大家解释的，他觉得你在我们这里赚钱，但是你的税收去缴回给你的母国，这样好像不公平明明你赚的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他就说了这个苹果呢，它有一个规定是它的一个 App 的开发商，你要在它的 App Store 上头上架。它是阻止你不让你这个开发商把你的一个这个付费的程式连回到你自己的官方网站去，也就是你要付费，你只能在苹果手机的环境当中付费，所以苹果就会跟你收手续费。那如果呢，他把你引导回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去，苹果就中间剥削这一层，他就无法。所以呢，这个苹果就阻了嘛，防火墙就这样挡住。那于是呢，这个欧盟就觉得你就不公平竞争嘛，我课你这个，我就要罚你钱，罚了5亿欧元，那也罚了 Meta， 那罚了 Meta 呢，罚了2亿欧元。那 Meta 有另外的理由了但无论如何，你可以视同为数位市场法。欧盟现在的确已经抓着这些美国的科技巨擘开始要开罚咯。肥羊很好宰，现在感觉这个肥羊只是感觉
掉了几根毛，嘿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要来跟他们继续课税，继续跟他们罚款呢？我们就来继续看下去。但这件事情啊，已经让美欧之间因为关税的问题啊，不太愉快的一个友情，还有吗？不知道。现在应该是雪上加霜了。好，不过呢，我们看到那回过头来，大家会说现在的关税战其实中美两大国的一个直接对抗了嘛。但是呢，就是川普最近好像有一点口风松了。他就讲了，他说：“哎呀，这个我啊，这个会降关税，这个对中国的关税很高，145个百分点，有点太高。”然后有点太高这个字，你就觉得，怎么会是川普说出来？这不是你要克的吗？他说有点太高了，我会降。但是不会降到0，那降到多少呢？就看中国怎么来跟我谈。那看你赶快来跟我谈啊，这个赶快热线你和我，赶快打过来。那于是呢，这个川普就讲了，我会降，然后你就觉得，他态度好像软化了哦。但是呢，现在川普的手中，美国的手中，他依旧是有可以这个逼迫中国要跟他谈的一些王牌。我们可以这样讲哦。首先，就是呢，他可以把一些在美国市场当中挂牌 IPO 的一些中概股，如果把它下市的话，当然会搞得很难看，但是这是他手中的一个最后的杀手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专家评估的，他们说很可能，如果有一天川普疯起来的话啊，这个可能会对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特别针对你们的资产，我对你课税。那这有没有可能呢？或许有，因为这也是如果你的资产我就在美国嘛，那美国政府要怎么样对我，那我还不就是你知道砧板上的鱼嘛，是吧？那种感觉。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手中，因为当初你好我好的时候，中国有大量投资在美国，现在很多固定资产嘛，不动产啊之类的，在这个地方，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变成了好像还在美国的被软禁的对象？那我搬不走嘛，那万一呢，美国政府要对这些中国的资产开刀的话，会怎么样？不晓得，但这些都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事情。但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的是，你会觉得这两个国家现在大国的碰撞，好像就是直接对撞，你会觉得啊，那叫做科技战，那叫做一个大国对另外一个崛起大国的一种倍感威胁感，所以我先出手揍你那种感觉。但是呢，现在已经慢慢，大家这个拨云见日之后，你会发现，像这一回呢，川普为什么突然间激进的要做这些动作？因为美国政府真的没有钱了。他之前我们闹过很多美国政府的破产危机，每一次都是低空掠过，我就再举债，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避开了那个破产危机。但这一次真的迫在眉睫的，他很可能要破产，而且这一次的破产呢，已经不是之前跟大家讲的是他发不出薪水，他政府要关门，这么简单的破产成绩，他可能会高到他的美债会违约，他的美债会还不了钱，那就已经不是对于他本国人民，对于他政府的雇工付不出钱的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很可能是他一个政府的完全的信用危机，他可能政府要倒债那么严重的，所以这才会让这个川普急到啊，这个想尽办法的去到处弄钱出来。那对于中国来讲呢，对于中国来讲，其实中国也有很严重的债务，这个财政危机啊，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大家来讲过。于是乎，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最近呢有非常多的事件单独的发生关税战的事情，然后这个的那个的各种的，但是呢你把它们都在一起看之后，你会发现似乎呢现在变成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面临到了财政危机。这两个经济体呢，它是不一样的政治体制，它有不一样的一些内部因素，但是同样面临到财政危机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度过？感觉好像都是有一点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要转化成外部来对抗的感觉。于是乎呢，这是一场非常高风险的，很像是德州扑克般的这个感觉好像是不是左轮手枪那种感觉，就是抵在你头，有没有？到底谁赢啊？谁输了，谁先倒下了表面看当然是这个美国说你就是你看你们都这个赚我的钱嘛，你们这个对我贸易不公平嘛，等等等啊，什么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嘛。但其实呢，背后真正交手的是两国的财政体制，还有债务压力的
极限的一个拉锯了哦。那美国呢，用关税的方式去解决它内部的压力。那中国的方式是什么呢？美国方式现在我们大家看破它手脚，中国的方式呢，其实呢，过去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因为中国呢，它发生财政危机已经一段时间，那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处理。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你看到中国的方式是用举债的方式，举债的方式，比如说你看它扩大内需、基础建设，然后呢，地方政府也去举债，然后呢，借了新债来还旧债等等的哦。其实现在呢，中国政府这个欠的债非常多，这个有形的债务、隐形的债务加起来 ，IMF 曾经算一笔账哦，他说呢，这个中国政府的总债务在2023年年底是116兆亿元，116兆的人民币哦，那占GDP 是116%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债务了哦。所以呢，现在已经不是说什么出口战或者是什么了，而是两个经济体到底谁对于这种财政压力的一个弹性比较大，比较有灵活的方式能够撑过去，那又亦或是谁在世界各国的眼皮子底下，大家都在看嘛，看你怎么解决你的财政危机嘛，看中国你这样还好吗？你的地方债务有没有爆？美国你这个国债到底要不要违约之类的哦，大家都在看，所以呢，它会变成两个国家各自的财政危机，然后现在已经完全升高，放在全世界的眼皮子底下，大家都在看到底谁能够撑过去，撑过去的，全世界会说哦，你的韧性很强哦，你到底谁能够续命哦？我可能未来的钱放在你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哦，或者是呢，大家以前觉得美国安全，现在大家往外撤嘛，撤去日元，撤去欧债嘛。那但是呢，如果美国这一次一蹶不振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值得信任，以后我的这个资金挪动可能会往别的地方挪哦。然后中国也在看中国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经济体，对不对？如果在各种的一个叠加的压力底下，依然屹立不摇的话，就像最近你看到很多外资也是前进了陆港股市去嘛，大家也在押宝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场已经不能说它是关税大战或科技霸权的一个对决等等等，你应该视同为它或许是一种债务的对决，而且呢，债务对决的结果也或许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10年、20年，接下来世界间政治跟经济的格局。好，这是今天呢帮大家观察到的一个角度咯，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